大家好，我是迅哥。你可曾注意过，在我们身上到处都存在着这个斐波那契黄金分割，而斐波那契螺旋更是广泛存在于自然界当中。从鹦鹉螺、仙人掌到风暴气旋、飞蛾扑火，甚至人体器官 DNA 螺旋，都隐藏着同一个宇宙规律。就连我们这颗星球上的地壳运动似乎也不例外。我们这一站的主角斐济，正是坐落于一个海沟形成的黄金螺旋当中。前面提到大洋板块通常是俯冲到大陆板块中去的，但在这个太平洋板块与澳大利亚板块交界的位置，却发生了两者的相互俯冲，出现了世界上最复杂的板块关系，形成了若干条海沟，其中一条称为新赫布里底，也就是上集提到的火山之国瓦努阿图的旧称。斐济群岛正是这个螺旋岛弧中的一部分。这么特殊的海域，会不会有什么神奇的生物呢？就在200年前，还真就出现过一起美人鱼事件。据说当时有一群日本水手在斐济捕获了一只身上既有鱼鳞又有兽毛、人身鱼尾的东西，具体形容起来似乎和美人鱼这个词没有半点关系。10年之后，一名美国船长从日本人手里买下了他的木乃伊标本，并带回纽约展出。不过结局却很令大家失望，因为这个生物只不过是用一条鱼尾巴缝在猴子的躯干上做成的，其实就是当年日本渔民宗教仪式上的产物。这样荒诞离奇的故事在斐济有很多，前面还曾和大家讲过那只煮了1个月靴子的故事，没看过的朋友可以出门左转。这一路下来很少和大家聊太平洋群岛的民俗，所以这集我们就来说一点美拉尼西亚的特色文化吧。前面提到，南岛人在迅速穿越美拉尼西亚的时候，给那些 CD 型的先民们带来了驯化好的鸡和猪，从此当地土著如获至宝，尤其把猪放在了极其重要的位置。拥有的猪的数量至今都是很多部落衡量财富的标准。由于养猪通常属于当地妇女的工作，所以为了能加强繁殖的效率，甚至还导致了很多地方一夫多妻制的出现。在上集提到的瓦努阿图，猪牙还被当成了货币，世界上多出了一家猪牙银行，人们可以将写好自己名字的猪牙挂在银行的屋顶上。和雅普岛的比特币一样，实物货币的价值判断都不会那么简单。为了制作这种奇葩的货币，需要在小猪长到1岁左右就拔掉它的上犬齿，这样下犬齿就可以没有阻碍地向两侧上方弯曲生长。不过岛民若想获得一口漂亮的猪牙，就必须把一头猪精心饲养至少7到15年，而且猪牙长得越接近圆圈，甚至圈数盘旋的越多，价值也就会越高。实际上岛民通常并不需要货币，他们可以自给自足，只有像医疗费和学费那样的开销才会用自己种植的东西或者手工制品来支付。如果有多余的猪牙，就可以储蓄在银行里，当有人需要婚嫁彩礼购买土地时，猪牙银行就可以高利率的借出，获利之后再回报给储户。而且猪牙银行还绝对的安全，银行的安保员就是看不见的神灵，所以没有人敢打任何的歪主意。除此之外，还有个特别重要且同样广泛分布于太平洋文化圈的神奇饮料卡瓦酒。众所周知，台湾人特别喜欢嚼槟榔，而原住民们更是对此有着几千年的传统。那么从台湾出发的南岛人为什么没能把槟榔文化传播到整个太平洋上呢？目前看来，他们可能把槟榔带到了菲律宾、东南亚、马达加斯加，向东最远带到了所罗门群岛，并存在于前面提到的拉皮塔文化之中。但是不久，他们又从隔壁的新几内亚人那里学会了饮用更过瘾的卡瓦酒，于是在此后的迁徙道路上再也没了槟榔的身影。卡瓦实际上是一种胡椒科的灌木植物，岛民们通常将卡瓦根切成小块，由小孩或者少女咀嚼后吐进碗里，等待与唾液中的淀粉酶发生作用，很类似日本有名的口嚼酒那样古老的发酵方式，最后与椰奶混合，形成岛民心目中的神仙饮料。卡瓦的意思就是苦的，它看起来就像泥浆，尝起来又有股让口腔发麻的花椒水味道。虽然叫卡瓦酒，却不含酒精，所以饮用者也不会产生酒后的那种情绪波动，而是会感到肌肉松弛，身心愉悦，渐渐产生困倦感，甚至进入一种冥想状态。所以在很多岛屿上都把这种神奇的效果称为是祖先神灵在召唤人们进入梦幻般的神圣殿堂。今天除了新西兰无法种植卡瓦以外，卡瓦酒在整个太平洋文化圈中都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男人们每天必喝，在重大活动和招待宾客时更是不可或缺。曾经还被制成镇静药片销往欧洲，可是很快就发现了一些副作用，过量饮用会使人皮肤干燥过敏、肌肉失控，甚至产生肝功能衰竭，以至于最后被各西方国家所禁止。
直到近年来有了对卡瓦深入加工的研究进展，才再次引起世人的关注。不知不觉，我们已经迅速穿越了美拉尼西亚，下一集就将前往把守波利尼西亚门户的哼哈二将萨摩亚与汤加。欢迎关注、转发和留言，我们下期再见。